你好，这里是三驱兄弟。本期视频为你带来2023年0到10万各价位段高性价比汽车推荐。我将每款车型推荐的时间表列在视频下方，所有价格均取自厂商指导价和经销商价格，且各个车型的参数、性能、推荐理由均会在视频里标出。做这个系列是因为后台经常有车友问我，预算5万、预算10万都应该买什么车？想到很多观众也许都有同样的需求，索性做一期完整的推荐视频。由于工作量太大，光是做视频就花了2周时间，这是真的很累。所以本期视频如果对你有帮助，请务必记得关注3连，这对我真的很重要。如果数据好，我也会继续把这个系列做下去。好，废话少说，我们直接开始。首先从轿车车型说起，这里先说一点，10万元价格区间通常还是 1.5T 排量偏多的。有网友说这和政府政策有关， 1.5T 以下只需征收3个点，超过则征收5个点了。既然都是 1.5T， 基础硬件已经在这里了，厂商能做的只有调教的优化，最后动力体验都还是大差不差的。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款车型秦 Plus DMI 2023冠军版，这是比亚迪旗下的爆款插电式混动车，携带 DMI 超级混动技术，霄云混插专用 1.5 升高效发动机，拥有 3.8 升百公里油耗，1245公里续航里程，油耗很低。它长4765毫米，宽1837毫米，高1495毫米，轴距2718毫米，尺寸的各项数据还算优秀。价格方面，这款车官方指导价 9.98 万元到 14.58 万元，这是 DMI 车型价格第一次低至10万以内。其车型分为55千米和120千米2种续航版本，55千米版不支持快充，即便它的销量很高，它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。它的内饰设计一般，在同级中没有优势，塑料感强，给人的视觉感官不太好。它的底盘比较硬，路感明显，开车经过颠簸路段会感到屁股疼。但总体来说，秦 Plus 很值得入手。作为一款10万级的轿车，它的缺点很多同级车也存在，而且它搭载了好评如潮的 DMI 技术，省油又省钱，毕竟省钱才是硬道理。第二，吉利帝豪，这款车一直是吉利攻占紧凑车市场的拳头产品，问世以来的总销量已经超过350万台。第4代的吉利帝豪，除了 DHT 纯型版，全系标配 1.5 升发动机，指导价从 6.99 到 8.89万不等。地方经销商那儿往往可以以便宜1万，博主推荐购买2-3款冠军版，它较于旧款整体升级了不少，性价比有所提升。吉利帝豪的内饰是超出博主预期的，车内的软性材料覆盖率超过了 85%， 豪华感在同级中比较强。可惜数字仪表盘表现一般，颜色仅为单色，底盘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加后扭力梁的组合，日常道路行驶对颠簸的过滤都做得不错。第三，大众宝来，这款车23年自动畅行限量版的价格，在经销商可以谈到10万以下，性价比很高。外观造型的设计上与之前的车型相比变得高级了不少，但是车尾部分和老款相比基本没有变化。车身轴距达到2614毫米，在紧凑车型里虽不算很长，但足以满足家庭的日常使用。动力方面， 1.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，最大马力113匹，最大扭矩145牛米，前悬挂形式为麦弗逊式独立悬挂，前置前驱，操控性能很不错。比较大的缺点是用户反馈动力不足，自始至终都没有劲儿，油门不深踩，基本跑不起来，即便油门踩到底，无论是前段、中段还是后段都有些无力。宝来23年款能10万拿下的还有2个车型，两者区别为一款是手动，一款是自动，都是 1.2T 涡轮增压发动机，动力更强。但这2款较上述自动畅行限量版少了天窗，我建议不在意天窗的人选择动力更强的款式，毕竟很多用户反馈 1.5 升动力不足，而且自动款仅贵了1000元。第四，广汽传祺影豹，这是一款很有运动风格的高颜值乘用车，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外观设计，前脸是大尺寸的前格栏，大灯组做成了内嵌式的感觉，并没有与前格栏紧紧相连，搭配引擎盖上的线条和车头中网处的运动套件，让它从车头开始就很炫酷，再加上侧面优美的流线，整辆车很有运动的感觉。博主很喜欢它内饰的色彩搭配，主副驾座椅边缘以及全车安全带都为较黑色突出的亮色，一键启动按键边缘采用红色围绕，充满运动气息。但它的双联屏的黑边很大，界面一般，低配的方向盘也只能上下调节，确实是为了颜值牺牲了一些实用性。除了内饰有些问题，这款车的动力也有些虚标，官方百公里加速 6.95 秒，但实测远远不够。此外，它的整体机械素质也中规中矩。不过0到10万这个价位段，咱今天推荐的大多车型都或多或少有些问题，毕竟预算限制在这里了。目前21款的影豹 G10 非人版可以9万多入手，就这个价格而言，非常适合喜欢运动风格的年轻人。第五，北京现代伊兰特，厂商指导价在 9.98 到 14.18 万元，而在经销商那儿，每款车都能够谈到优惠2万以上的价格。这里先说一声，伊兰特的异响问题很严重，网上吐槽它最多的就是异响问题，中控台异响、方向盘异响、车窗异响、发动机异响，其中最多的还是方向盘异响，而且它跑高速时风噪声太大，总之它有各种响的问题。如果大家很难忍受这类问题，不建议大家购买。博主推荐这款车的理由是，它的颜值很高，打破了人们对它出租车的定位，不论是前脸、尾部还是侧面，它都很好看，设计的确实有一套，有一种
轿跑的感觉。在同价位 A 级车中，它的颜值算是数一数二的，而且北京现代是有技术的，搭载 iGMP 的伊兰特又轻又省油，加上它优秀的外观，给人的驾驶体验是很不错的。第6，长安逸动 Plus 这款车定位家用舒适型，分为 1.4 升、1.6升两种配置，外观上略有区别，但都相当的拉风，颜值在线。长安逸动 Plus 在底盘调教上非常适合在城市道路上驾驶，可以有效隔绝细微的抖动。这台车的语音操控功能在同级别里算做的最好的。如果希望油耗低一点，不追求驾驶，可以选择 1.4T 版本，顶配版落地也才10万出头，舒适度也不错。该车的缺点主要在变速器上，从车主的反馈来看，会经常出现一些异响、顿挫的毛病。这里我们补充一个知识点，汽车经常发生小毛病，往往是来自零配件的质量和工艺问题，而如果有大毛病，那基本就是来自设计工艺和技术标准问题。如果真的有，车企一般会直接召回车辆。SUV 我们推荐依旧不分先后，然后10万以下的价位可以选择的 SUV 也确实蛮少的，所以推荐车型不多，也欢迎各位车友在评论区推荐你种草的 SUV 车型。第1，长安 CS75 Plus， 经销商报价为 9.79 到 14.09 万，车身长4690毫米，宽1865毫米，高1710毫米，轴距2710毫米。SUV 的底盘高，在农村或者路况不好的地方会比轿车更加实用，但是因为价格低 ，CS75 配置不够好，走起颠簸的路段还是会有些蹲屁股的，而且它的隔音棉有些差，低速行驶还好，高速行驶会有较大的噪声。这款车的内饰相当不错，车内大多采用皮质包裹，光是看着就很舒服。电子挡杆搭配它的一体式液晶屏，让车厢有一些科技感。它的性能和它的高颜值很搭配，操纵感在同价位的 SUV 中相对不错，后排空间也很宽敞，可以坐得很舒服。第2，哈弗 H6 这款车在23年推出了国潮版，是 H6 中性价比最高的车型，不到10万就可以拿下。它的安全性很不错，拥有高强度拢行车身、6安全气囊、车道偏离预警等用于保证安全的配置。但它的变速箱不行，低速行驶顿挫有些明显，动力也很肉，才150马力，很多用户反映高速超车不够用。H6 国潮版和 H6 3代相比，主要差异在于发动机技术和车内配置，国潮版的发动机要略差一些。从汽车内饰来看，国潮版最不舒服的地方是方向盘的材质是塑料的，驾驶手感肯定不如皮质的要好。这里我简单讲一下，如果你预算充足，家用就可以直接选 H6 3代，喜欢年轻运动一点就买国潮版。不过 H6 3代最低配都超出10万块了，国潮版的配置在它的价位来看还是很香的，并且它有360度全景影像，很适合新手驾驶。第3，吉利缤越，这是一台主打年轻人市场的小型 SUV， 经销商报价 5.58 到 11.18 万，车身尺寸为4330毫米乘1800毫米乘1609毫米，其中缤越酷的车长为4380毫米，外观设计时尚，轮毂有红色卡钳，官方还推出了变色龙渐变配色，搭载了基本的车联网智能功能。凭借较低的价格区间和出色的外观，上市后一直有着可观的销量。它采用了 1.5T 涡轮增压4缸发动机，最大功率133千瓦，峰值扭矩290牛米，因此提速流畅，动力足够满足日常需求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缤越提供的大部分车型仅有前排主副驾驶安全气囊，安全配置方面不到位，建议购买目前主打车型缤越酷，有前排侧安全气囊， 10.25英寸全液晶仪表，可开启全景天窗，内饰精致。不过 1.5T 发动机加双排气管肯定比 1.4T 缤越费油。还有就是用户吐槽比较多的是缤越的减震能力和养护成本，大家在购买之前还是要好好考虑一下的。第4，奇瑞瑞虎8，它的款式众多，拥有5个版本，每个版本还有很多车型。因为我推荐的是10万以内的车，所以在这里我只介绍一些低配版本，价位在 8.69 到 9.88 万。鲲鹏版前脸横幅式格栅加贯穿式饰条，整体上非常具有气势。它和特供版的车身尺寸均为4700毫米乘1860毫米乘1746毫米，在同级别里属于很大的了。后排腿部空间不会感到局促，后备箱空间较大，可以满足家庭旅游装备行李箱的需求。鲲鹏版必要的安全配置应有尽有，另外还有360度全景影像。特供版的方向盘是真皮的，这在这个价位的车中是极其少见的，但它的安全性有些逊色。两者10万以下的车型的发动机均为 1.5T 156马力 L4， 动力还是可以的。关于缺点，有车主反映它的座椅高度偏高，灯光太暗，不过灯光问题在23年的新款已经改善。另外，奇瑞算是一个非常良心的自主品牌，首任车主提供整车终身质保，当然也会有一些限制条件，博主列在视频的分镜里，有需要的可以保存截图。但这样的售后政策足以说明奇瑞对自身品牌实力的自信。推荐来到纯电新能源这边，随着新能源渗透率逐渐提高，购置一台新能源已不再是标新立异的选择了，甚至车企越来越卷，连10万元价位都有一些不错的车型可选。首先推荐比亚迪海鸥，它属于比亚迪的海洋系列，相比王朝定位更加年轻运动一些，厂商指导价 7.38 到 8.98 万，上市以来销量暴增，仅1个月就把霸榜10万以内小车
销量第一的50宏光 mini EV 赶下王位。海鸥为什么可以获得这样的成绩？海鸥的三维尺寸为3780毫米、1715毫米、1540毫米，轴距为2500毫米，相较于海豚要小1号。外观设计风格围绕海洋美学，车身线条很优美，轮毂也很好看，整体来说颜值还算不错。内饰和海豚很像，色彩搭配上确实有些海洋的感觉。它全系搭配4安全气囊和 ESP， 顶配还有前排侧安全气囊，安全性在 A0 级市场中非常不错。在动力和续航方面，海鸥也是处于领先水平，最高时速130千米每时，顶配续航405千米。不过海鸥也不是没有缺点，它的尺寸比较小，乘坐空间上有些劣势，而且它只有顶配的主驾驶电动座椅才能调节座椅高度，没买顶配的用户驾驶起来可能不会很舒适。但我觉得综合下来，海鸥很值得入手，刀片电池、快速充电、电动机马力、科技配置等，综合素质很全面，再加上它的价格，在 A0 级市场中真是太香了。第二，50宾果。海鸥上市后对宾果来说那可是降维打击，网络上几乎所有人都更倾向于购买海鸥，宾果的配置比海鸥欠太多了。但尽管如此，还是有很多人选择宾果，毕竟它还是有些吸引人的地方。宾果的厂商指导价为5.98到8.48万元，在动力、续航、安全配置、科技配置等配置方面，它完全比不过海鸥。但它的尺寸为3950毫米乘1780毫米乘1580毫米，轴距为2560毫米，在空间方面是略胜一筹的。而且它的后排支持50:50放倒，而海鸥只能整体放倒。相比之下，宾果的空间的灵活性更高一些。还有来自螺蛳粉故乡的挂钩设计，你应该开着宾果在柳州打包一碗螺蛳粉。外观上，宾果和海鸥截然不同，一个复古圆润，一个现代立体，内饰风格与外观一致，这点上的区别可以吸引喜欢优雅复古风格的人。不过我认为宾果和海鸥相差甚远，如果从两者中选一个，还是推荐海鸥，除非是非常喜欢宾果的外观或是空间，又或是差一些钱去买海鸥，毕竟宾果的起步价比海鸥低了1万多。第三，推荐50宏光 mini EV， 经销商报价2.98到9.98万，新能源人民需要什么，50就造什么。这款2020年7月上市的小车，乍一看像是日本的 K Car， 也有点像村里的老头乐，最低只需3台苹果旗舰机的价格就可以全款拿下。虽然比亚迪的海鸥已经可以称霸 A0 级市场，但在 A00 级市场中，50的 mini EV 还是很有实力的。买 mini EV 的推荐理由有很多，一是价格低可以上绿牌，二是停车方便好开好停，且使用成本低廉。现在油价很贵，但 mini EV 通勤20千米的成本才在1块钱左右。三是功能性实用，适合作为2点一线城市生活的代步车。mini EV 提供的120千米和170千米续航的车型足以满足城市通勤，而它的 GB 版本甚至拥有300千米的续航，已经拥有跑长途的实力，在城市周边来回跑绰绰有余。当然50也有各种各样的不足，但当你面对它的价格时，都会选择原谅，总不能说就花了 EV 的价格指望买到 EVO 的性能吧。而与那种村里的廉价老头乐相比， mini EV 则将化身战神，完全是降维打击。在消费者的使用中， mini EV 也逐渐化身为大玩具。根据官方数据，几乎72%的车主都会选择改装 mini EV， 费用通常也不过6-7千，开在路上回头率拉满，男女通吃。客观来说，10万元以内价位，你很难买到一台各方面都很均衡的微型车，这个价位往往安全配置上都会有些不足。第四，长安 Lumin 这款车首要对手正是刚刚介绍的迷你 EV， 经销商报价3.99到6.19万。就23年上半年的数据来说， Lumin 的总销量虽不如迷你 EV， 但它的销量呈上升趋势，而迷你 EV 的销量是下降趋势，看来它的实力不容小觑。曾经迷你 EV 凭它小巧可爱的车身圈粉无数，但现在 Lumin 的外观更加可爱，圆润的车身配上它呆萌的熊猫眼车灯，吸引了很多女性用户。隐藏式门把手和设计独特的轮毂又给它添加了不少时尚感，精致的内饰也完胜迷你 EV。在内外颜值方面，博主认为它是优于迷你 EV 的。动力和配置方面 ，Lumin 后来居上，最低配就有41匹，还配备有10.25英寸的中央触控屏和手机互联等功能。此外 ，Lumin 的空间更大，座椅舒适性也更优。至于它的缺点，基本都是些类似后排空间小的 A00 级车通病，在这里就不展开叙述了。OK， 到这里今天的推荐就结束了。博主的种草只是基于个人感受的主观推荐，当然也下了很多功夫查找资料和对比。新手小白购买第一辆车，要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和诉求挑选，最好和身边懂车的朋友一起，让他帮忙出谋划策，把钱花在刀刃上，下的功夫越深，购买的车型便越合适，这才是性价比的表现，也是本期视频的宗旨。最后，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或者有聊到你心仪的汽车型号，不妨给我一个关注和3连。如果视频数据好，这个系列我也会继续做下去。我们下期再见。